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陪大家聊聊"神"这个字，中国字"神"这个字，应该看得到吧？神，我是好奇宝宝，其实很多问题我都会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其实我以前就有问老天说，为什么是要用"神"这个字来代表中国，就是中文的意思啊，中文的意思。那以前比较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，但是我这个人是不放弃的，就是还没得到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想起来，我就会问一下；想起来，我就会问一下。那因为最近疫情嘛，很多人都待在家里。前阵子开始就有星期五帮大家导读这个，史威登堡拿一下史威登堡的这一本那么厚的，天堂与地狱。就是在群里面，就是大群1111的群里面帮他做导读。每个礼拜五，本来是星期五晚上8点半到9点半陪大家导读。那因为台湾疫情提升嘛，所以就很多人在家里，所以就有家人问我说，是不是可以也开放星期三晚上的时间也导读？那我就说好，反正这一本书呢，总共有66章节，总共444页，我觉得很酷的天使数字，所以呢，就陪着大家导读。目前导读完第8章，总共有66章嘛。那说真的，如果你们买了这一本书回去看，你们一定看不懂，因为我都要咀嚼很久才能还要问一下老天到底什么意思，我才能帮大家导读。所以如果你们买了这本书的人回去，应该我觉得80%吧，我不敢说满，但是因为翻译的问题，因为这个翻译的人呢。他也是业余的翻译，所以很多都照着史威登堡的，可能是英文吧，就是直接这样翻过来中文。那其实意思来讲的话，可能会让读的人搞不清楚到底他在写什么，所以我就陪大家导读。那也因为陪着大家导读，今天就可以帮大家解惑。解这个老天跟我讲答案了，这个神的这个答案，所以呢，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。那你们也可以听听就好了，因为或许每个人的感知不一样，或是每个人对神这个字眼的解释不一样，所以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分享，你们真的就可以听听就好。那先来讲这个神呢，神的话旁边是这个是，这个是嘛。那再来就是一个身，对不对？是一个身。那我就来拆解一下。其实呢，你在爬文中，你去找这个是这个字，它有解释。就是说呢，是呢上方这个两横呐、是代表上的意思，是代表上的哦。我就说哦，了解，就是其实应该说，这是后来我自己找答案。就是说，虽然我已经有答案，但我知道的答案，我不能很笼统的跟你们讲啊，这样你们会觉得说，完全没有根据嘛。所以呢，我就说好，我去找答案，找人类听得懂的答案。所以我就上网爬文了一下，因为其实我是先知道"生"这个字的答案，那我只是不知道左边的这个"是"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。那老天就说你只要爬文就没问题了。我说 OK 好，我乖乖听话。所以呢。就上网找了这个"是"，跟大家讲，上面是代表上，这个两横代表上，也就是说，你眼睛抬头看上去的都是它，都是它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个山树啊，就代表日月星，代表日月星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它上面已经用很多方式，不管用宇宙的方式或用日月星的方式，都告诉你，显化的告诉你答案。就是它无所不在的意思，就是它可以是日，它也可以是月，它也可以是星，它也可以代表是全部的意思，也就是神的旁边这一个是。那如果你要把它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是就是一个部首，它也可以说是一个部首。那当然是部首，就是支撑的意思嘛，也就是它也是在无形之中支撑着大家的意思。那还有说，跟祭祀啊、礼仪有关，然后本意
地神，地神这边是你们上网爬文都可以找得到答案。然后也就是说，让人家看显示的意思。那当然，就是代表天垂象，见吉凶，所以是人也。就是这是以前古文的三垂那个说文的部分。然后日月星也，关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是神是也，这样子。对，是现也，这是华严经的意思有解释，就是其实你们上网爬文，这应该不用我念啦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你们已经知道左边了，左边就是老天叫我自己爬文就可以得到答案。那这个身呢？这个身或许你们不了解，但是因为最近我们在导读，所以呢一直在了解天堂跟地狱，再加上我前面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通往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史威登堡的那个通往灵界的科学家忘记名字啊，反正就是在讲史威登堡出的那本书，然后的其中一本这样子。那我不是说我看到的有画面是象棋嘛，还记得吗？如果你们有听过我讲那一支影片，应该有听到我讲我画面就是象棋嘛。那现在老天跟我讲，你不是看到象棋了吗？我说对，你还记得你讲什么？我说对，就是象棋的概念。还记得我讲楚河吗？楚河就是我们刚走掉的灵魂会去的地方，然后等到那你这一个肉身好事坏事加加减减，还有你的起心动念加加减减，你是会往上走。对不起，我翻个页，就是下一页啦。身就旁边这个身，上面呢这个盖子啊，然后呢就是代表天堂，这个上面是代表天堂的意思，然后呢下面的一半，然后就是地狱的意思，然后呢讲地狱其实你们不要觉得太恐怖了，就是天堂的另外一个地方啦。如果有一个比较好、比较不恐怖的名词，或许我觉得用另外一个就是天堂的反向空间，因为我觉得不要把它想得这么恐怖，当然也没有太可爱，但是也不要把它想得这么恐怖，就我怕大家会有恐慌，因为现在大家已经生活的不平安了，不要在思想上面或是认知上面又有恐怖的感觉，这样。总之呢，这就是当初我看到棋盘，只是说这类是棋盘，但它不是棋盘。它用字眼让我知道说，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，其实这一切有上，当然这包含全部的部分有上，当然就会有下。如果你能够了解天堂的这个部分，就可以了解到天堂另外一个方向的部分，也就是这两个，所以会有两个出头。那这个出头呢，其实也就代表你们如果有相信什么造物主啊、什么宇宙的源头啊等等之类，我称的老天啊等等之类，可能就在这个地方。那当然会有老天的存在，就会有另外一个的存在嘛。就是相反，也就是你们认知的，所以我常说心里面常常会有天使跟恶魔的存在，就看哪一边打胜，意思是一样，所以就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代表上面跟下面，上面是代表天堂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天堂的另外一个空间。我其实还蛮不喜欢地狱这个空间这个名词的，然后呢，所以就会造就神，上面我用黄色的，然后下面是绿色。日月星的意思，然后上面代表天堂，下面代表地狱。然后呢，这上跟下，从这边用势来显化给你看，其实从上跟下都在它的显化之内，就是它都有用它的方式去显化。那讲到显化这个事，稍微跟大家分享，利用小小一点时间。说真的，如果你们开始接触静心冥想，可能开始会看到一些画面，或者是收到一些讯息，可能也不一定全部都有。不管你看到什么画面，要跟你说，绝对不是全貌，一定是拼图一张一张的收集，你才有可能看到那个空间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全貌。或许你可能只拿到一张拼图在这，拿到一张拼图在这，拿到一张拼图在这，都不知道你的拼图在哪里。所以你不要信誓旦旦说你看到的那个画面就代表一切 ，no。除非你的心非常非常的纯净，
你非常非常用神性在过日子，你才有了解到整个天堂的全貌。所以这需要慢慢的练习，不要急，不要急于一时。但今天只是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今天很开心。其实这个答案已经知道好多天了，只是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做分享，让你们了解到底神是怎么来的，中文的神是怎么来的。不过你们也可以听听就好啦。好，今天分享到这，希望大家有帮助喽。I love you，拜拜。